圣父、圣子、圣灵的名，阿门。各位请坐。谁是我的邻舍呢？谁是我的邻舍？我的邻居。我们生活在现在的社会里面，有时候感觉很靠近。比如说有些人在国外，你用 FB 就可以找到他，他好像从来没有离开一样。有人在北京，你好像觉得也从来没有离开的感觉，好像很近，可是好像很远嘛，因为很疏离，因为网络好像把我们拉得很近，可是实际上我们跟我们周围的人其实越来越不知道怎么沟通。有一些年轻人，我们当中也是，所以如果休息时间全部都坐下来玩手机，然后发 LINE， 然后发一些好笑的事情。甚至已经慢慢不知道怎么沟通哈。我记得我曾经分享过，有一对年轻人跟我分享他们谈恋爱的时候，我跟他们问说，他们准备结婚，我问他们说，那你们怎么面对你们吵架？他们就说我们就用 LINE 来沟通。不知道如何吵架，我跟他们说这很严重，因为家里面住在一起的时候，当然可能现在越来越多的夫妻，也许真的用 LINE 来沟通了我是不清楚。但是好像我们已经不知道怎么用实际的行动、真实的语言去关心别人。我们很容易给远方的朋友按个赞，比如说最近李立峰牧师跟佑达师母都在美国拍了很多照片，我们就按一个赞觉得好像很有参与感。但是那是很容易的不过我们要花一个时间去探访一个人，或去陪伴一个人，好像没那么容易，因为时间对我们来讲越来越宝贵。这个礼拜刚过去，我们遇到一个台风，大家很紧张，北部人很紧张，南部的人好像不太紧张。结果呢，这个台风往南去了那我要那天这个要放假前呢，我们有个教友很贴心的告诉我说，牧师你不要担心，因为我们有护国神山。我们有中央山脉他这样跟我说，但是你不要丢以轻心因为台中很多的人，中部很多人都觉得我们有护国神山那他跟我说你要小心那我们知道，除了这件事情，在台风要来的那个前一个晚上，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情其实我在要去睡觉前就看到那个媒体开始报道，在松山的这个火车站有一个爆炸事件。但是我不知道各位因为我妈妈最近都跟我住就是在周间的时候会跟我住所以她的唯一的消遣除了玩她的 iPad 之外因为她很喜欢玩电然后之外她就是看电视。然后她就发现我就有时候就跟我妈问说，台风到哪里去了我就一直在问她，她就跟我说我不想看了。我说你怎么啦？她说都在讲爆炸案，听不到一点点的台风的动向，有台风去了台东那样子。然后看到台中好像很危险，可是我妈妈平常喜欢看电视的人，竟然那天告诉我说不要看了，我要把它关掉，因为呢都在报告爆炸案。好像我们的媒体做了一些取舍，他们决定什么是有新闻性的。爆炸案是一个新闻性，可是爆炸案的这个太巨细靡遗了，我不知道各位我真的看到我都不想看了因为他从这个人从埔里上车。然后坐的国光号，然后一路这样，然后之后来到到台中或彰化了，他就坐火车上去了所以他带的那个炸弹是晃了20几个小时。我不知道报告的人这个在新闻报道的人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好像觉得只有一次的爆炸，可是一连播了24小时，而且3、5天，我们3、5天都在爆炸案里面。我觉得人心是很恐惧的，是很不安的。人跟人的信任也没了，因为你不知道你隔壁坐的是谁，他会不会随身带了个爆炸，然后跟你从北，然后南，然后一直就环岛一圈上去反正我们对台东发生的苦难，没有人太多的感觉，除了在 FB 上有人在传因为甚至台东的一些地区的人民都觉得不太公平，他们自愿发起来，而且还用地图去秀出到底哪些地方有灾难。但是我们的近人我们的邻居就在我们同样一块土地当中。虽然我们有护国神山在台中的这一边我一直在想说台中跟台东不知道我们国外的一些朋友会不会想说我住在台中会不会有发生问题但是对他们来说，对国外的人来说，这是一片同样的土地，台湾。我们很少关心我们旁边的人，我们也很少注意我们的邻居是谁。
因为特别是我们现在住在可能台中好一点我一直觉得来台中有个感觉就是台中人很热情很有人情味这个感觉就是不太一样对不起，我们今天有台北来的人好。那可是我们有时候会发现，我们对我们的邻居是不太熟的你一起搭电梯，一起下楼，你的楼上楼下甚至有些时候我们跟我们楼上的关系，除非他们家的屋顶漏水，就是我家的屋顶漏水，他们家的浴室漏水，那个时候就需要去谈判除了这样之外，好像就不熟悉我们跟我们旁边到底谁是我的邻人当台风来的时候，我们关心他到哪里去了我们关心的是他有没有带我这里来，然后他去哪里了，是怎么样呢？我们是不是只是希望我们有个护国神山还是我们像天龙国的人一样来讨论到底为什么谁要放假，谁不该放假我们到底看见我的需要，还是看见别人的需要？谁是我的邻舍？谁是我的邻居？这个律法师来问耶稣，是为了要试探耶稣，考耶稣。他的问题是说：老师，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我该做什么才可以继承得到永远的生命？他的问题是我，耶稣就问他说：那律法书上怎么写的呢？摩西五经、陀拉，因为陀拉这个字原来就是指出方向，就告诉人民说应当要做什么，你才可以得到永生，你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得到上主所喜悦的，跟他永远在一起的生命。而这一个人，他很清楚律法书上所写的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英文说 all your soul, all your mind, all your strength， 就是全部去爱你的上帝，而且也要爱邻人如同自己，应该说也是全心全意全力的去爱他。这个人得到一个100分的答案，因为耶稣跟他说你回答的是正确的，英文说是 right answer 就是你答得刚好所以你如果这样做就会有永生了。我们知道要做什么吗？很多事情其实我们都知道，是我们常常做不到。然后我们做不到之后，我们还要觉得说有一点道理，所以我们就来反驳一下，就说那你们告诉我怎么做啊？这个太笼统了，有没有具体的方法？给我一点策略吧，或者是我想想看有没有什么好方法，你可不可以告诉我该如何去行？我们知道在路加福音其实我们当然要谢谢这位律法师啦因为他问的这个问题，以至于有产生耶稣有另外一个比喻而这个比喻也只有在4福音里面只有路加有，这个比喻只有路加有，只有他有，也因为这样，路加福音被称为是一个所谓社会福音，关怀弱势的福音，因为这一个比喻是超越了种族，超越了仇恨。但是我们想想，有些时候我们当主问我们、邀请我们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立刻的答案可能不是说好我去，而是说为什么是我，或者是主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个比较清楚的方法？你要不要告诉我如何做我们常常其实跟上帝在那边辩论，其实上帝可能只是要我们走一步，只要你把脚举起来，然后踏过约旦河，水就会开了。可是我们有时候连那一步都不想，因为我们只想在那边讨论策略、方法、计划，还有牧师，我们现在人这么少，我们应该怎样。我们有很多的借口。纸上谈兵很容易嘛，我们做了很多的计划，可是真实上战场是另外一件事情。我们下个礼拜将有40几个青少年，跟要去带100个孩子我们已经沙盘演练很多次然后一直开会不过我跟他们同工们讲说我们上战场的时候会是另外一件事情，但是我跟他们说不用怕因为牧师还是沙场老将我不用怕这个营会营会对我来说比较容易。但另外一件事情是我知道上帝一定帮助我们，可是重要的不是在那边沙盘演练。我
在这边也跟这个中间其实我请杰凯跟盛宏要做溪流就是因为他们都是第一次上战场，所以要沙盘演练很清楚。结果后来溪流没有做出来那天有一天我就问他们2位执行长说还有什么事情没做，他们说我们要来做溪流。我说不用做溪流，溪流就是最前头要做的这个叫做纸上谈兵作业因为他们没有经验，所以我要求他们要做这个。可是我们已经开始讨论了，我们已经开始进入了。我就跟他们说不用做溪流了，因为溪流是前面的那个作战策略跟一个细部的工作策略。你已经打仗了，你还在那边做溪流，我说不用做了因为最重要现在是要准备要作战，要带兵的。很多时候我们就在那边谈，但是我们没有行动，我们没有行动。我们浪费很多时间在做计划，我们是要做计划，要有策略，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去做。谁是我的邻舍？这个律法师会这样问，是因为以色列人认为上帝神这位神是以色列的神，所以当然只有以色列人圣洁的百姓才是我的邻舍，而我跟他接触就不会因为他而被污染，被他拉下。所以这是以色列人觉得我是一个纯种，我是 pure 的，我不能跟任何其他的外邦人有所接触。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其实第一代的基督徒犹太人，他们其实面对耶稣给他们很大的挑战，常常要他们去跟外邦人接触。还记得我们之前读过《使徒行传》里面讲到彼得，当他有一天红油向外站在那里，然后上帝就给他铺一块白布下来，有些东西是不洁净的。上帝跟他说：“再来吃了，再来吃了。”他就说：“不行，不行，不行。”对他们来讲，这是极大的挑战。可是我们看到耶稣所做的这个比喻里面，就是要告诉他，上帝是一个普世的上帝，上帝是所有的上帝，是所有人的上帝我的邻舍是谁呢？是一群我需要帮忙的人。当需要在那里的时候，当有个人被打得半死的时候，当然也许你会觉得是陷阱。我记得曾经在路上或在神学院的时候，那我有一天跟一个人出门，就是晚上在神学院读书，我一出去就遇到一个车祸，有一个人撞了一个女生，然后他准备跑掉。结果我们2个人，一个我是跑去找人看那个女生，他跑去把这个摩托车的人打住，啊，接着就来了另外很多的人，另外有一个人就开了车，就马上摇下窗说：“需不需要我帮忙？我载你去医院。”结果我们很有趣，你知道吗？受伤的我跟那个司机，我们3个人都彼此不认识，然后我就上车了，然后我跟另外那个人说：“我上车了，我陪他去。”然后我们在路上，然后我们去，然后那个人很有趣说。赶快问他这个人有没有怎样，他有没有睡着？他怕他这个脑震荡，说没有，好像还很好。然后那个人就说：“我不管了，就算闯红灯，我要赶快去。”你知道我那种感觉是很有趣。然后我们一到医院的时候，医院的人就说：“你们是肇事者哦。”我说：“不是，我们不认识他，我完全不认识他。”我那时候当下就觉得说：“好撒玛利亚人不能一个要一群好撒玛利亚人一起。”去为那些有需要的人。当然很多时候我们觉得那是一种陷阱，可是很多时候帮助人不就是要冒险吗？那是一个陌生人，是我不认识的，我们又会有很多的 OS 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担心，我们害怕。但是如果真的需要在那里，如果需要真的在那里，我不知道在这次，我相信我们当中应该有些人朋友在台东，你有没有至少打个电话或发个 LINE 问他还好吗？还是你只记得说，哎，太好了，赚了1天台风假。你看见那个需要吗？你看见那一群人在那里吗？需要常常是在那里的。还是我像这一位祭司这位宗教上的领袖，或者是像利未人，我们可以有一个很好合理的理由说，我现在很赶等一下一定有人可以救他。你知道耶稣所讲的这个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的这个路上因为耶路撒冷是在比较山上，耶利哥在山下，他们这一条路到现在为止还是充满危险的。也就是说，那个地方其实是真的有一些强盗在出没的，它不是一条很多人在走动的。所以来了一个祭司，又来了一个利未人，这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来了2位宗教上的领袖，而且应该来说是很有爱
姓的。可是当然他们有一个理由，因为他们要去服侍神，他们不能接触所谓可能即将死亡的人。在律法上的规定，他们不能接触这些死尸。你知道，祭司他要去这个圣殿服侍敬拜，或者是带领礼拜服侍神，他需要洁净7次。按照考古学上说，在这个他们挖出一些考古的东西，在耶路撒冷的地方，有些祭司的家会有7个不同的澡盆，为了让他做洁净礼。那在当时的一些普罗大众、老百姓家里，连1个澡盆可能都没有，他们洗的是公共澡堂。但是祭司家里有7个澡盆，为了他要做洁净，为了让他做洁净，甚至会盖一条特别的路，从他家直接可以走到圣殿。这是我有一次在一个公共电视上面看到，在做这个考古学的研究。这也是为什么耶稣会当时对很多的宗教领袖会提出这么大的挑战。你没有看见这些人的需要，只记得说你要以圣洁来服侍神，却没有看见那个需要的人。这个祭司、利未人2个都看见那个人，都看见，他们不是没有看见，看见了。然后圣经说，都从另一边过去，很可怕。谁能够救他？大家都看见需要啊，大家都知道该怎么做，没有人要去做。谁来救他呢？来了一个撒玛利亚人。说在我们当然不太清楚知道背景，可是实际上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是世仇，非必要。犹太人是不会经过撒玛利亚，连耶稣也是一样子。他住在加利利北边，再来下面是撒玛利亚，再来是犹大、耶路撒冷，他们都是绕路的，不会经过他，因为中间有很大的仇恨。撒玛利亚人在当时他们认为就是杂种混血，他们不是一个纯的犹太人。所以如果当那些群众在听到耶稣讲了，哎呀，祭司也没救他，利未人也没救他，来了一个撒玛利亚人，这人必死无疑啊！因为那是一个跟犹太人有世仇的人。可是这时候来了这个撒玛利亚人，不只看了，而且照顾他，是一个超过想象之外的。上帝给我们的帮助常常不是我们预期中的，上帝给我们的帮助常常是超过我们的想法。有些时候我们也觉得我们大概不是那个预期的人。上帝，你选别人好了，别人比我厉害，好，别人比我有经验，应该他。上帝说就是你，别说话。都是要神要我们就是去，我们是神手中的计划。这一个撒玛利亚人，他下来了，圣经说他动了慈心，他动了慈心。怜悯常常让人能够超越律法，超越你的很多的原来的界限。爱是一切的关键。最近我们在读约翰一书说，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世代里头，其实是害怕的。特别最近有爆炸案，我觉得那个东西是在反映我们有多恐惧。我们的文化越来越自我，我们越来越害怕彼此的关系。可是圣经告诉我们，爱里没有惧怕。我借用今天早晨在这个英文堂的戴教授的一个例子，很有趣。他提到说，我们常常不认识彼此不认识邻居。那有一个故事就讲到，有一个小女生，她的数学一直很不好，她妈一天到晚骂她：“你数学真烂，怎么办呢？”然后老师也跟她说：“你怎么办呢？你的数学这么差。”那她每天上学的时候就会经过，那边有一个邻居，然后就是一个先生，看起来就是年纪比她大嘛，因为他是一个小孩，每天就上学。那妈妈就跟她说：“那个人就是我们的邻居区搬来的，我们不知道他是谁。”就跟那小女生说要保持距离，以策安全啊。然后呢，但是他就想，这个人好像常来读书可能他没有工作，但是就常来读书。后来他就决定提起勇气去问这个先生说：“先生，我有一个需要，你可不可以帮我？”他说：“怎样？”他说：“我的数学很不好，
教我，因为我快被当掉了。那个人就说好啊，我教你，所以他就在他们家门口就教这个小孩。他每次这个小孩就回来的时候，就路上就去他家门口，在那边跟他上数学，上，这个小孩竟然数学拿了100分。老师说：“你今天发生什么事情？谁可以请你补习的老师？你家很穷啊，没有人啊。”后来呢，他就回家，他拿了成绩单给他妈妈看，妈妈说：“你怎么考了100分？你不是现在都不及格吗？”他说：“哎，就是那个邻居教我的。那个邻居叫什么名字？不知道呢，我们都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后来他们就问了这个邻居：“你叫什么名字？”叫爱因斯坦。这是这个真实的故事，是爱因斯坦少年的时候，他真的就是游手好闲，那个时候还在郁郁寡欢，没有成名的时候，没有人认识他。那个邻居，你认识你的邻居吗？谁是我的邻舍？你认识他吗？我们常说，哎呀，早知道那个人将来会成为有名的人，我就跟他做朋友。但是我们忘记了，每个人都是默默无闻，直到有人认识他、关心他、爱他。我们都需要朋友，我们都需要邻居。可是我们开始，我们都会害怕，因为我们对陌生的人、对不熟悉的人，谁是我的邻舍？我们是别人的邻居，别人也是我们的邻居。我们是在一个生活在一个有所谓 community 哈，这个我一直觉得这个字是真的翻得不太好，我们叫它社区。实际上 community 是有关系的一群人，就像我们举行圣餐叫 Holy Communion， 就是一个圣餐共融。我们最近在读约翰一书里面提到相交团契，同样那个字有生命的关系。可生命的关系绝对不是一开始就是我跟你很 much， 我们是慢慢一点一滴的去累积。当我们有开始，我们走向人群，看见需要，看见那些人在那里，我们动了慈心，用上帝的爱在那里爱他们，关心他们，我们就会看见那个 community， 那个共融，那个团体慢慢的建立起来。我们都是一群被打得半死的犹太人，在生活当中，耶稣是好撒玛利亚人，他跟我们完全不一样。可是他愿意来到我们的身边，走到我们那里，看看我们，然后用他的油，用他的酒，为我们涂抹生命的伤口，也把我们扶上他的牲口，他的动物，带我们到上帝的家，为我们摆上一切。难道我们不能去看看我们身边那么多需要我们帮助的人吗？谁是我的邻居？谁是我的邻舍？试试看。你的邻居，你的家旁边住了谁？至少从那里开始，认识他一下，知道他是谁。他在那里，他也会成为你的帮助。也许他就是你的爱因斯坦。主要用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的面前。